欢迎打开我的任意门。提到奥地利最美的小镇，你是否只想到哈修塔特呢？那可就错过太多迷人的地方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奥地利最梦幻的秘境小镇，从宛如童话的山间湖畔，到铺满彩色屋瓦的中世纪小镇，每一个都美得像明信片。快准备好笔记本，自己保证让你心动到立刻查机票哦。哈修塔特绝对是奥地利的代表风景，位在哈修塔特湖畔，被群山峻岭环抱。小镇仅有数百居民，却因美到令人屏息的湖景，吸引了全球旅客的朝圣。哈修塔特距离萨尔茨堡开车约1个半到2个小时，湖水倒影加上阿尔卑斯山以及教堂尖塔，就是 IG 上的热门打卡景点。这里不止美，更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，是欧洲最古老的盐矿之一。建议大家搭缆车上山参观盐矿，从天空步道鸟瞰小镇与湖泊，宛如人间仙境。傍晚来到湖畔散步，黄昏日落与教堂钟声交织，是来奥地利不可错过的静谧时光。但今天的主角不只是它哦。下一站，我们来到格蒙登，这里被誉为是湖畔的艺术之城，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特劳恩湖旁，四周群山环绕，湖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阿尔卑斯群山的壮丽身影，仿佛置身童话世界。从哈修塔特开车约1小时即可到达。这里最有名的地标就是那座建在湖中的梦幻古堡奥尔特城堡。一条白色木桥蜿蜒通往湖心，背景配上远山与波光粼粼的湖面，真的让人忍不住猛按快门。除了风景，蒙格登还是奥地利知名的陶瓷重镇。走在小镇街头，你会发现许多可爱的陶艺店。如果你喜欢慢步调的旅行，在湖边坐上一下午，或搭乘船欣赏沿岸风光，或是品尝一杯湖景咖啡，真的会让你忘记时间的流逝。从蒙格登开车约15分钟即可到达特劳恩基兴，这是一个藏在特劳恩湖边的小镇。观光客不多，但却是当地人夏季最爱的避暑胜地之一。整个小镇就像被湖水轻轻抱住一样，宁静、洁白、纯粹。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，取而代之的是教堂钟声、鸟鸣与湖面微波的呢喃。这里的亮点是坐落在湖边的教堂与修道院。从教堂出发，有多条步道可以攀登山丘，眺望整片湖区。从远处望去，一座壮丽的石造古堡就这么矗立在山巅，被群山环绕，仿佛是守护奥地利边境的坚强武士。这里就是霍恩维尔芬城堡。从特劳恩新基开车约1个半到2个小时，可以直达缆车站，再搭缆车上山。建于11世纪，霍恩维尔芬城堡曾经是军事要塞、贵族列馆、监狱，如今则是游客穿越中世纪的大门，亲身体验历史的舞台。一踏进城门，就像走进时光隧道，厚重的石墙、古老的枪塔、蜿蜒的阶梯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中世纪的紧张氛围与荣耀气息。别忘了登上瞭望塔，从高处俯瞰整个萨尔查赫河谷，眼前的风景会让人顿时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堡要在这里筑起，因为这里是防御的最佳高地，也同时是摄影最梦幻的角度。如果说哈修塔特是梦幻的明信片，那么冰湖采尔就是能让你忘却烦忧的疗愈天堂。
从霍恩维尔芬城堡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。湖滨采尔坐落在奥地利中部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湖。最迷人的就是这片宛如宝石的采尔湖。清晨湖面如镜，午后波光粼粼，黄昏则染上一层柔和的粉橘。不管什么季节、什么角度，都美得不像现实世界。湖畔小镇宁静干净，每栋房子都像童话小屋。如果你热爱户外活动，这里四季皆宜。夏天可以健行登山、划船玩水，而一到冬天，整个小镇摇身一变成为滑雪胜地，雪山倒映在湖水里，成为美丽的冰雪世界。接着，我们迎来奥地利海拔最高、最美的山路冒险——大格洛克纳高山公路。这里不只是通往目的地的路，而是一条通往云端与灵魂的旅程。从滨湖采尔往南行约40分钟抵达入口，收费路段限夏季开放，约5月到10月份，适合自驾游。整条公路全长约48公里，横跨阿尔卑斯山脉核心地带，拥有36个急弯、无数观景台与冰川视角，每转一个弯就像打开一本新的画册。而旅程的高潮就是那座遥望意大利最高峰大格洛克纳山的观景台。这条路不只是车迷的天堂，也是亲近自然的最佳路线。夏季时绿意盎然，彩蝶飞舞，而到了秋天，山头渐染金黄，展现全然不同的美。沿着沃夫冈湖前行，一座恬静又优雅的小镇悄然现身，这里是圣沃夫冈。不同于哈修塔特的热闹与名气，圣沃夫冈更像是一位温柔的诗人，用湖光山色细细吟唱着奥地利的灵魂。位在奥地利中北部，距离萨尔茨堡车程约1个小时。这里的重点不是打卡，而是感受。小镇沿着湖岸缓缓展开，彩色木屋、百年旅馆与咖啡馆静静坐落在鹅卵石街的两旁，每一个转角都像走进油画中的一幕。在圣沃夫冈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从湖边童话一步走进壮阔史诗，这里是沙夫山，海拔1783公尺，是整个萨尔茨卡默湖特区中最具代表性的高山观景台，而登顶的方式也是一段特别的旅程。从圣沃夫冈搭上奥地利最陡峭的齿轨火车，自1893年启用至今，已经有超过130年的历史。窗外景色随着高度不断变换，从翠绿湖畔一路爬升到高山草原，最后进入云雾缥缈的世界。站在山顶，视野几乎无死角，可以俯瞰沃夫冈湖、蒙德湖、哈修塔特湖，甚至在天气晴朗时远眺阿尔卑斯山主峰群。那种从云端俯视湖泊与群山交错的震撼感，让人屏住呼吸，只想安静欣赏。地利的美不只藏在雪山与湖泊之间，还有一个小镇隐身在多瑙河蜿蜒曲折的山谷之中，那就是瓦豪河谷里的瑰宝杜伦斯坦。从维也纳出发约1个小时的车程，这座小镇虽然只有短短几条街，却蕴藏着近1000年的故事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座耸立在河畔的蓝白色教堂塔楼——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教堂。它的立面就像蛋糕上的糖霜雕饰，精致华丽，是瓦豪河谷最经典的地标之一。往小镇后方山坡一望，你会发现一座残破却神秘的遗迹，
这是杜伦斯坦城堡的废墟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。最著名的事件是英格兰国王查理失心王曾在此被囚禁。今天登上城堡遗迹的山径只需步行20到30分钟，站在城墙之上，可以俯瞰整段多瑙河与葡萄园交织的梦幻风景。走进小镇，仿佛走进中世纪的画册，鹅卵石街道、彩色小屋、古董商店与酒庄交错林立，每一个转角都飘着葡萄酒与杏桃果酱的香气。瓦豪河谷因其特殊气候与地理条件，出产著名的白葡萄酒。不妨走进小酒馆，好好品尝当地葡萄酒的风味。奥地利不只是音乐之都，它也是湖泊与山城交织的人间仙境。这趟旅程让我们看见了童话、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。下次来奥地利，除了维也纳、哈修塔特，还有太多秘境等着你来探索哦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，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